2014款的 CD 的 rim 还有很多存货 ，Honda 拿来继续用。V 版都已经是100千的车了，给到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会。2个字形容：老土，用点心啦 Honda， 想必是 DNGA 教会他的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 Man 的弟弟阿仔。今天的主角就是 Honda WRV， 一台在本地目前还没有对手的车。它是属于 A segment SUV 没错，不过 Activa 因为是国产车的关系 ，Honda 又是日系品牌，所以真的细分的话也不完全是对手。再来 WRV 的定价，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觉得有点，究竟有什么理由才会买 WRV？因为外形、内饰配备或者品牌，顺便再看看 V 和 RS 版本有什么样的差别。Honda WRV 真的值这个价钱吗？记得看到最后，我要大吐特吐。在影片接下去之前，还要请新观众来帮我点个赞，顺手再来个免费的订阅。这个频道不只有新车 review， 还有二手车的维修、保养、通病等等的车主须知事项。记得订阅了频道，下次更新影片你才不会错过。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看的车。首先来看看 RS， 就是大家最常见到的版本，设计一看就是 Honda。Grille 方面就和 HRV RS 的做法一样，采用 bling bling 一颗一颗的 chrome， 不过这个眉毛延伸到中间的 chrome 就没有像 City RS 那样熏黑，还是非常亮眼的 chrome。B 版本的 Grille 就没有那么精彩，配色是一般的 plastic 黑 ，pattern 也是比较常见的 honeycomb。不过车头灯就和 RS 一样，都是福利 LED， 包括大灯、DRL Signal， 甚至雾灯都是福利摆灯。不过有细节上的不同就是 RS 版本是序列式 Signal， 我们俗称的流水灯 ，V 版就是普通的一闪一闪。而且 H 牌的这个流水灯比隔壁家的来的 smooth， 不会有那种3段式的感觉。入门的 S 和 E 就是采用黄灯，还不是像 CD 那样的 projector， 就是直接给你 halogen 不懂你可不可以接受啦？来跟大家留言讨论一下。整个车头的设计是好看的，眼神就非常的 Honda。来到侧面，先看看这个 RS 的 rim。WRV RS 的 rim 采用215/5517寸，有多通的配色，设计也是比较秀气。来到这个 V 版我一进来 showroom 的时候还以为这两辆 display car 是 low spec 跟 high spec， 主要我就靠 rim 来分别。一般上如此 single tone 配色的 rim 都是在低配车才会出现的。不过很遗憾的告诉你，这个就是比 RS 低一个版本的 V。没错，不止设计难看，看起来还廉价，整个就是低配车的 pattern， 用点心啦 Honda。要不是这个 rim 是16寸，我差点还以为是2014款的 CD 的 rim 还有很多存货 ，Honda 拿来继续用。再来后轮也是采用 drum brake， 同样远处看的时候没有察觉到，近看才发现因为是 gloss 面的漆，我就感觉是 disc 就没有特别注意到。车尾我个人觉得是好看的，不过也看到蛮多人吐槽这个设计啦。现在的 SUV 都流行把车牌放在 bumper 的位置，而不是在 boot。这个 V 版的配色就还蛮好看的，叫做 Stella Diamond Pearl， 白色中带点银色，带点蓝色Triton 的话就有类似这样子的颜色。尾灯很多人讲像 Civic， 不过我觉得更像是中国专属车款 Integra。Brake 灯条全车系都是 LED， 也只有灯条是 LED 而已。Signal 是灯泡 ，Reverse 灯我相信也是灯泡。有讲错的话，观众可以留言纠正我一下啦。RS 版整体就多了一个 RS 名牌2E，剩下的车尾几个 spec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来到内饰先给我狠狠的吐槽一下，真的是忍不住了。讲真的，要不是包着 plastic， 我还以为是哪一个7年前的车款。这个设计真的是老气到没有办法再老。对比起2014年的 CD， 再对比2021的 CD， 你觉得 WRV 的这个内饰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 Honda？ 虽然讲设计不属于这个年代，不过至少是好看的。重点就是只可看不可摸。RS 版的副驾前面这块面板才拥有 Soft Touch， 剩下可以摸到的从 Dashboard 到 Center Console 都是 Plastic， 只有特定的例如 Gear Knob、Armrest、Steering 这些才是用上皮革。V 版都已经是100千的车了，给到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会。座椅可能是 Honda 最后的良知，至少还是给你皮革，不过也仅限 V 和 RS， 剩下2个低配的都是布料。V 和 RS 细节上的分别就是 RS 采用红色缝线， V 采用蓝色缝线。再来我不大汗的就是这个 Gear Knob 的部分，
我在还没有发布前看照片，真的一度以为是从 BRV 上面的拿来继续用，2个字形容老土。冷气 panel 区域也是非常令人困惑，为什么有那么漂亮的旋钮不要用，偏偏用这种设计突兀的按钮？再往 steering 看去啊，这个上面的按键，各位 Civic FC 的车主们熟不熟悉 ？FC 哈，并不是最新款的 FE，meter 还是传统指针。我是不介意 meter 有没有 digital 啦，我比较在意的是颜值。指针式设计到好看的话，我是可以接受。这个 meter 适合在售的 CD 同款，换个排列方式而已。非常感动啊，终于看到新世代 Honda 的零件出现在 WRV 的身上。总结这一套内饰啊，设计可以讲是和现在在售的任何一款 Honda 都没有关系，非常的特立独行，鹤立鸡群。没想到 Honda 那么用心良苦，可以让你区分开各个车款，想必是 DNGA 教会他的吧。吐槽完了，最后还是有地方可以来称赞一下的。首先空间是真的不错，前座及格，后座反而我比较惊喜。看外形小小这样，没想到后座既然还可以正常坐人。腿部、头部空间都是足够，接近 City 这样子的 B segment 水平，就是要上车的时候要稍微低头，不然会敲到 C pillar 的门边 rubber。还有小缺点就是没有后座冷气，不过看在 WRV 这样小车的份上，就放它一马。行李箱的空间也不错，以小车的标准来讲啦，往下的空间比较深。配备的东西我就不讲太多了，各大汽车媒体都讲过。动力主体就是和 CD 一样的 1500cc 加上 CVT。Honda 现在真的是靠这个动力组合打天下。现在还剩下 CR-V 的入门版可以看到 2.0 引擎以外，无论从最入门的 Honda City 到 flagship 的 Honda Accord， 用的都是 L15 系列的 iVTEC 地球梦引擎，有没有 turbo 的分别而已。iVTEC 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的那种 VTEC 啦，它更像是 Toyota 的 VVTi 这样，保证省油，其次才是性能。最后就来讲讲我个人对 WRV 的看法。我想象啊，会买它的人群就是要一辆小小的 SUV， 真的是很小，甚至到了 X50 他已经觉得大了。其次又一定要外国品牌才会选择 WRV， 也只有 WRV 可以选择。其次就是价格和定位。价格方面 ，V 版99900加到来也是100千的车，如果我有100千的话，肯定不会选择 WRV。真的要小小的 SUV，Activa 反而更对得起它的价格，我也甘愿 downgrade 啦，100千也可以找钱给你了。虽然 Activa 的内装同样 plastic， 不过 bro， 它才7万块，跟这个10万的产品，讲真差别并没有大到值3万块。而且 Activa 至少用的还是新时代的设计。再来就是定位 ，Air segment SUV 日系品牌真的是没有。同样价钱，你可以买到大一 level 的 B segment SUV， 包括 X50、低配的 Omoda 这2款车，从配备到引擎到我个人很介意的内装，都赢 WRV 不懂几条街。不过我也知道你不选这2款车的原因是因为品牌。Honda 怎样讲，它都是老字号，售后服务至少比较稳定。那再来看看 Honda 本身啊，如果你不是真的要 SUV， 其实价格略微便宜的 City 反而更加值得。内装有最新的 Honda 家族式 ，WRV 有的配备 City 也少不了，甚至还多了后座冷气。而且 City RS 还有更好玩的 iMMD Hybrid 系统，价格便宜900块的 WRV RS 却还是用 1.5 的 NA 引擎。很明显 City 无论美观或科技都比 WRV 更好，输在没有高车身而已。所以今天我要买一辆小型 SUV， 首选当然还是 Activa。如果觉得嫌弃 Perudo 或者觉得内饰很 plastic 很 cheap， 预算又足够的话，你可以选择 X50 或者 Omoda 5， 绝对可以满足你美观，另外附送多一个动力表现。如果又怕 spare part 或者售后服务的话，可以选择自家的 CD， 现代感、科技感都可以给到你。同样是升级去 B segment， 不过少了 SUV 的高车身和空间灵活性。空间表现，我相信 Sedan 怎样都不会输给 WRV。WRV 这个价格会好卖，也只是因为还没有同级对手，加上品牌光环。我个人而言，应该很明显啊，有这个预算，肯定不会买 Honda WRV 的。都看到这里了 ，YouTube 应该没有几个媒体敢像我这么老实啊。那么不要错过非常老实的新车 review 以及二手车的维修保养、通病等等的观众，记得给个赞，再订阅频道，这2个东西都是免费的。下次更新影片你才不会错过。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仔，拜。